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新剧脸蛮化，台词听不清；被54岁张智霖艳压，最帅陆小凤回归。2025年的娱乐圈真是开局不利，简直是灾难年。4个月过去了，播出的剧集里只有不到10部的集均播放量突破2000，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孙俪的《乌云之上》，段奕宏的《沙尘暴》，姚晨和贾静雯合演的《以美之名》，这几部剧竟然没有掀起任何水花，反而是冷冷清清，完全没有预期的热度。其中唯一稍微有点讨论度的，似乎是孙俪的《乌云之上》，但热度也远远不如预期。口碑也是差强人意，后期剧情混乱，悬疑的设定也没有打动观众。孙俪一直被称为扛剧女王，这次似乎没能带动剧集的热潮。除了悬疑剧，观众们对武侠剧的热爱一直不减，但如今的内娱却遭遇了武侠空缺，那些老牌的武打明星，比如吴京、杨紫琼、章子怡，都已经扎根电影圈，年龄渐长，身上也积累了伤病，难再接手大规模的武侠剧。至于新一代的年轻演员，大多数也只能出演武侠电影来提升知名度，真正投入电视剧的武侠作品实在少见。甚至徐克导演的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春节档刚一上映，票房和口碑双双扑街。之后投资方中影几乎停掉了所有春节档电影的宣传，似乎已经没什么预算可用了。至于武侠电视剧的数量，简直可以说是寥寥无几。曾经刘诗诗以其舞蹈功底、打戏出色，成为了武侠剧的一张亮眼名片，但她产后复出后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。掌心的剧本还算不错，但热度却并未得到有效提升，只能依靠长尾效应勉强回本。近年来，武侠剧唯一的大热之作，似乎就是程毅主演的《莲花楼》。尽管程毅作为流量明星，但他并不局限于偶像剧，而是积极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。自《沉香如屑》播出后，程毅的颜值引发了观众的广泛调侃，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。他也开始尽量避免再出演偶像剧，以免再度成为笑柄。而在《莲花楼》中，程毅饰演的李香怡被算计的少年天才，身中奇毒，仍然能打遍武林。尽管打戏的力度稍显不足，但他灵活的身手和飒爽的姿态，还是给观众带来了不少视觉享受。正因如此，程毅的打戏在《莲花楼》热播期间频频登上热搜。新剧《富山海》也是一部武侠题材剧，由程毅出演，讲述现代网文作家萧明明意外穿越进自己写的武侠小说，成为男主角萧秋水的故事。程毅将在剧中一人三角，既演涉序萧明明，又演实力不足的江湖小白萧秋水，还能演叱咤风云的权力帮主李晨舟。既然有了帮主角色，剧中的打戏自然是不可少的，观众们又有福了。不过预告片中，程毅的颜值似乎因发福有所下降，尤其是在《莲花楼》中，李莲花角色本来就是个瘦弱病态的人，程毅也因此保持了较为瘦弱的身形。而在《富山海》中，3个角色似乎并不需要一个身材发福的演员，尤其是李晨舟这个权力帮主，怎能让程毅以如此发福的形象演绎？更让人注意的是，在清晰镜头下，程毅左半边脸似乎有些浮肿下垂，嘴角也有些歪，似乎并不是特效妆容的效果。而那一头刘海更是让人感觉非常不适。武侠剧男主应该大大方方地露出脸来，为什么非得用刘海遮住眼睛？如果这刘海还好看就算了，程毅的这一发型显然并不太合适。许多观众并不像粉丝那样宽容，批评声音相当直接，磨皮过的都这样，没磨皮你看得下去吗？甚至有人戏谑道，这是蛮化了吧？还有人表示，
程毅本来就小的眼睛，再加上做大表情，简直灾难，脸部也显得有些僵硬，根本不好看。除了脸部问题，程毅的台词表现也让人失望，语气浑浊，听起来像是嗓子里有痰，完全没法清晰地传达情感。庆幸的是，这部剧的特别主演还有张智霖。张智霖已经54岁，但他时隔18年再度主演古装剧，令观众不禁感叹：曾经的陆小凤回来了。张智霖保养得非常好，尽管年纪比程毅大得多，但无论是颜值还是气质，完全压过了程毅。老戏骨们保养得宜，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在剧中的表现仍然不容小觑。这种演员值得更多的出场机会。相比之下，年轻的男演员如果只靠花拳绣腿来演戏，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趣。程毅新剧脸蛮化，台词听不清，被54岁张智霖艳压，最帅陆小凤回归。2025年娱乐圈武侠剧的突围与困局。2025年第二季度的影视市场监测报告显示，全网连续4个月出现播放量腰斩现象。据云和数据统计，本年度已播出的剧集中，集均有效播放量突破2000万的仅占总量3.7%，这个数字较2023年同期下降42%。在如此严峻的市场环境下，传统优势题材武侠剧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。某视频平台制片人在行业峰会上坦言，武侠题材的投入产出比已跌至近10年最低点，但观众需求缺口仍真实存在。武侠剧的式微与演员断层密切相关。中国武术指导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令人心惊，活跃在影视行业、具备专业武术功底的演员平均年龄已达47岁，30岁以下新生代占比不足8%。这种现象直接导致《射雕英雄传》《侠之大者》这类投资3.5亿的大制作折戟春节档。该片武术指导团队平均年龄51岁，主演平均年龄却只有24岁，动作设计与演员身体条件产生严重错位。知名影评人穆毅在专栏中痛陈，当武侠片变成威亚特技展示会，观众自然用脚投票。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困局中，程毅主演的《莲花楼》意外开辟了新路径。该剧播出期间累计登上热搜榜137次，其中李香怡竹林打戏单条话题阅读量突破8.2亿。不同于传统武侠剧强调力量感的表现方式，程毅团队选择放大其舞蹈功底优势，将太极元素融入武打设计。武术指导陈伟涛透露，我们刻意减少兵器碰撞镜头，改用衣袂飘动、发丝飞扬来表现内力流转。这种视觉创新让年轻观众耳目一新，市场对差异化内容的渴求，直接催生了《富山海》这种武侠加穿越的复合型作品。这部改编自晋江文学城年度金榜小说的剧集，试图通过编剧穿书的设定解构传统武侠叙事。然而超前点映后，社交媒体涌现大量争议性评价。在豆瓣提前开分的5.3万条短评中，程毅面部状态相关讨论占比高达37%。有观众尖锐指出，当镜头对脸拍摄时，权力帮帮主的威严感被浮肿的面部线条消解殆尽。更严重的是，超过62%的观众在问卷中表示无法听清主角台词。这种基本功的缺失让剧集质感大打折扣。与新生代演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54岁张智霖在《富山海》中的惊艳回归。尽管戏份仅占全剧15%，但陆小凤再现江湖的话题在抖音迅速突破3亿播放量。值得玩味的是，剧组公布的拍摄花絮显示，张智霖所有打戏均未使用替身，其标志性的折扇开合动作经4开镜头检验依然精准利落。资深制片人林玉芬评价到，老演员的敬业精神正在成为武侠剧最后的品质防线。他们用身体记忆保留着类型片的魂，面对日益严苛的观众审美，
武侠剧的突围之路注定不满荆棘。爱奇艺2025年 Q1 财报显示，平台武侠类内容采购量同比下降28%，但用户点播占比却稳定在19%左右。这种供需矛盾揭示出类型片市场的深层需求：观众并非厌倦武侠，而是渴求符合新时代审美的表达方式。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赵宁宇指出，当打戏成为数字特效的附庸，武侠精神便失去了立足之地。行业需要重建从无只培养到演员训练的完整体系，而非继续依赖绿幕技术走捷径。在这场关乎类型片存亡的突围战中，诚意的转型困境恰似整个行业的缩影。富山海的争议不仅关乎某个演员的颜值变化，更暴露出快餐式制作对演员基本功的侵蚀。当剧组将更多预算投入流量明星，而非武术培训；当替身和 AI 换脸成为常规操作，武侠剧便永远等不来真正的破局者。